我在南盘江峡谷找到了废弃的滇越铁路。这种就是看起来是比较传统的，好像是英国钢铁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是非常有历史的，不知道它是从哪一年开始的。1910年通车后，它成为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从昆明可以直达越南河内及海防，沿着这一整条到人字桥，然后进越南。而我在寻访之后发现，滇越铁路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农村客运。铁路站点停用之后，来往这边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就依然还是一种土路的状态，道路也没有修缮。那么沿途的车站和村镇现在是何种样貌？如今被徒步爱好者青睐的滇越铁路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这边是南盘江，右边这里黑白相间的就是铁路，都是沿着铁路这个流向走的。要寻找答案，必须深入西江上游的南盘江段，因为在山林密布的云南，滇越铁路的起始段是借着南盘江侵蚀出的峡谷而修建的，铁路和江水永远如影随形。1904年，滇越铁路中国段在法国人的强迫下开工，直到1910年竣工，期间有近30万中国劳工被奴役。除了云南本地人，还有从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浙江等地被中介坑蒙拐骗而来的劳工。在当时，极端恶劣的劳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加上监工的虐待，导致平均每修建1公里铁路都有至少26人死亡，其中单单一条67米长的人字桥就搭上了800多名劳工的性命。一颗刀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劳工的血泪和南盘江水一起流淌。关于这段历史，云南作家周资人的文章《关于滇越铁路的历史拼图》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当年法国人修建滇越铁路的目的是为了把在云南盗取的矿产资源输送出海，但在客观上也带动了沿线商旅和交通的繁荣。即便穿行在崇山峻岭，但滇越铁路每隔几公里到10几公里就设有一个车站。由于交通便利，当地村民把定期开放的集市都设在了站点，于是一条铁路串联起沿线村民的衣食住行。直到2003年，滇越铁路中国段停止客运服务。这个简介它的最后是2017年12月18日，这条百年迷轨，它最终成为了国际联运的更大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是，现在是2024年，这条滇越铁路的绝大部分的站都已经停运了。从十里村一直往上到狗街子，就这一段距离。为什么我要单拎出来？因为这一段距离就是全部都是崇山峻岭，而且它始终都是南盘江在哪里，铁路就在哪里。然后中间的村庄，它全部都是一些很小的村、很小的镇，但就是这条南盘江这条铁路，把村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其实这些年已经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土路了，但是现在在去寻找这个火车站的路途当中，又看见了土路。曲水站，见证了小镇从清朝雍正年间至今的百年沧桑。的确，如果是从1900几年开始算的话，当时还是属于清朝的时期。我在全国多地见过小香港的称号，
这是从前对一个地方繁荣程度的最高认可。滇越铁路上的徐家渡站以前就是小香港，所以米轨跟渡口它是连在一起的，并列。应该这边是属于徐家渡，这座桥应该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所有的人为了让两岸之间连接，就从那徐家渡这里坐船摆渡到对岸，下面就是南盘江。那天下午，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村里的一位大哥带着他的大狗秋秋，友好地给我讲述了这个村庄的故事。秋秋，在学校这些的班啊，对，现在那娃娃读书在哪里读？现在俺们送给澄江县那边有些。澄江县那跟这里好远啊！都那小学都没得了。小学都没得。徐家渡得名于从前曾是渡口，依靠地处南盘江畔的优势，之后又得到了设立火车站的机会，所以徐家渡理所应当的成为周边赶街的最大集市，一度非常热闹。这边这一条是供销社啊，你看那供销社啊，供销社在这里啊，这一栋啊，这一栋也是啊，这个也是无人居住，上面都是无人居住啊，都是无人居住。如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店铺的旧迹，只不过许多空置房屋都标明了无人居住。铁路站台和售票厅都已经荒弃，而在大哥的记忆中，从前7块钱就可以从徐家渡坐火车到昆明，只不过因为是狭窄简陋的米轨铁路，站点又多，不到100公里的路途，摇摇晃晃要4-5个小时才能到。后来公路新修，加上铁路老化，最终导致站点停运，外面的人不再到徐家渡。再后来，徐家渡村里的人开始进城务工。10年前，村里的小学被撤并。我在老家呀，宜良县竹山乡徐家渡小学，以前这里是有学生的时候，我也后天在上来，大家就可以在这里上学，但是现在就连幼儿园都要到对面山头上面去。至于小学生1、2年级就不得不寄宿在澄江县。他哥是因为逼着娃娃读书啊，所以就。哎呦，人都往外面去了，真的学生一少估计。对啊，就撤掉了。撤了嘛。你要到后面那2年是有2个老师在的，就领了2个学生读了1年。啊，就最后1年是吧？2个老师2个学生。还有最后1.8公里就到了打兔寨站。这个站我们一定要来的原因是，也就是在这里以这个站为起点，南盘江就开始跟这条100年滇越铁路开始各走各的路了。同样临近南盘江畔的打兔寨站，铁路便利，但如果开车进入，就必须经过一段泥泞不平的小路。这应该是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几个滇越铁路的站点当中，道路最泥泞的一个。不知道前面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停用的铁路站。进入采砂生产区域，在划定的采砂河段作业范围内悬挂安全标示。所以这就说明这一段南盘江它是官方所认可的采砂河段。那天下着雨，铁道边人迹稀少，但就当我以为会无功而返时，一位姐姐出现了。
他在聊天中跟我说，以前村民们可以坐火车去开原赶街，但现在麻烦了许多。刚才姐姐跟我的表述让我感觉，其实这条滇越铁路，因为它沿途穿过太多的村镇，并且这样的村镇还是在山区里面人比较少的。在此之前，它除了有货运的作用之外，它对于这些山里的居民来说，其实有点像是城乡巴士或者说农村客运。因为姐姐她告诉我，以前的话这里有铁路的时候，她从这里坐到开远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她记不大清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但是很快就能够到开远，然后在那里赶完街之后你再回来，同样非常的方便，因为她家就在这个站点附近嘛。但现在滇越铁路停运之后，对于他来说，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最具体的生活的改变就是他需要沿着这条铁轨一直往前走，往那个方向走上1个多小时，然后你才能够到一个大路口，那里会有2块钱的公交巴士，然后坐到开远去，在那里赶完街之后再坐2块钱的公交巴士到那个路口，然后再走1个多小时通过这条铁路回来。这就是我们在一些非常高瞻远瞩的视角之外，对于一个普通的生活在滇越铁路旁的村民的生活的变化。现在依稀的可以看着中间写着打兔2个字，上一站是小龙潭。打兔寨的上一站是小龙潭站，直线距离只有4公里，坐火车非常近，但是开车走公路要绕30公里，将近1个小时。我们现在从打兔寨站到小龙潭站，其实它的直线距离是只有4公里的，但是如果是走公路的话，我们现在是要走53分钟，总共绕下来是有30.5公里的距离。但是你可想而知，如果只有4公里，当时它的铁路因为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直走的话应该是几分钟的距离。这再度说明滇越铁路对沿岸居民的重要性，以及受地理环境所限，此地修路着实不易，更显出100年前劳工们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姐姐在聊天时给我提供的一个信息，以前小龙潭站也可以赶街，但后来因为煤矿开采，许多居民已经搬迁，就很少人再过去。空气中有着刺鼻的气味，因为我们在的这一带虽然人很少，但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业区，除了2个非常巨大的露天煤矿之外，与之配套的还有非常多的发电厂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公司。你可以看到烟囱在这样的雨天里面，它不断的透露出白烟，空气当中有股刺鼻的味道，里面层层叠叠像梯田一样。我原本以为姐姐说的只是一个小煤矿，直到经过蜿蜒的山路抵达后才知道，这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大煤矿，层层叠叠，如同梯田般向下延伸。事实上，小龙潭煤矿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矿，它和紧紧相邻的不沼坝露天煤矿像是2只无比深邃的巨眼，而在巨眼之间是被硬生生挖成地上悬河的南盘江。这2大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有的被拉到开远市区，成为一大片工业区的燃料，也有的被拉到同在滇越铁路上的巡检司站，这里有一个火力发电厂。在巡检司站，我再度感受到了云南人的极度友好。一位已经80岁的奶奶执意要亲自带我去寻找废弃的火车站。在她的记忆里，以前坐火车去昆明只要6毛钱，摇摇晃晃8个小时才能到。沿着铁轨行走的路途中，奶奶对废弃的铁轨旁不能种玉米耿耿于怀。哎，你铁轨上的人不够种吗？不够我们种呀。不够种。但是这个地方它有
反正它又没得用，但是也不给我们种玉米干。不给种了。啊。那边这根柴皮给回来，那边脚种的，你不给种了，一脚那个收，你们包给10万不用了种了。就是不给种干。不给种。它这个地又没得用。没得用。那种呢，当时10摊。10年。头的比较。10年。那种呢？在他看来，铁路既然已经停运，村里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不如见缝插针种一点农作物。但是按照规定，杂草可以生长，农作物却不能种。奶奶说，老伴已经睡在对面的山上，他现在和儿媳妇住在一起。最担心的事情是，孙子已经毕业，但是找不到工作。俺去了再嘛，1年这个了好人。哎呀，好人！太谢谢你了，就带我们走到这里，不然我们都认不得。好人你就好人了。是，你是好人。好人哦，你们也好，我们也好。是，大家都是好人。总会有一些时刻让我觉得，我所拍摄的这一切，我所记录的这一切，所谓的选题也好，主题也罢，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奶奶她跟我说，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所以我们今天是好人，今天是好人遇着好人，好人遇着了好人。我一开始只是想跟奶奶说，打听那个车站在哪里，然后他就带着我走了好长的一段路啊。他已经80岁了，他说他本来也要出来散步，但是他就特别好心的带我绕铁路走，又绕公路走，绕了一大圈，全过程至少有30-40分钟。我也觉得这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感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在意，也非常迷恋这种人跟人之间具体的实体的连接，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太多感谢无以言表，谢谢我所途经这么多年当中每一个善意的人。离开巡检4站后，我们到了盘溪站，同样是停运的车站，但盘溪在经济上显得更有活力得多，因为这是一个柑橘集散地，镇上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大货车。在盘溪，火车跟铁轨的时代告一段落，但是柑橘的时代来了，就连火车站旁边都在培育柑橘苗。这是一辆退休的火车，这是几段退休的铁轨。对于盘溪这个乡镇来说，火车跟铁轨的时代暂时结束了，但是你看眼前的这一片，柑橘的时代到来了。非常多的柑橘苗从这里一望无际，一直到那边延伸开去。而且我能够确信的是，在别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柑橘苗在孕育，然后更多的柑橘在我们四围的山上繁育。当我们在讲有些车站因为滇越铁路它的停运之后变得衰敝，但也的确有一些车站因为它自己有产业有交通，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依然走出了另外一条路，甚至即将开通的高速路也会从它这里绕一圈，其实就足以证明这个地方的经济活力以及人气。西江逆流而上，从3年前就开始准备拍，
然后中途到了曲靖被劝返过，原地掉头回去，也在广西的时候经过很多次的拍不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它。直到后来这一次，我们开始抛弃任何的主题，任何的想法，你就去到河边，去到铁路边，你去看到不同的人物、事物、景物、植物、动物，竟然奇妙地发现，其实物物是相连的，人也是一样。然后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们两个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一条铁路，一条江河，4个省份，2个人，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它也不重要，但是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眼睛所真实看到的事物做一些传达。至于传达到哪里，以及传达了什么信息，各自又如何解读，其实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滇越铁路上，我还记得狗街站旁的车站村，以及数公里外密集的水库路把南盘江堵得透不过气，也逼得当地部门公开向社会招标，找人来清理。在拉里黑站，一群老人正忙着打包豆角。我从公开的告示得知，车站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成为了市级不可移动文物，铁路与河流依旧穿过拉里黑村，但这些建筑的管理部门由铁路局变成了文物局。河流跟铁路一起穿过村庄，它在几十年前给这里带来了很多的人口跟房屋。这里曾经也是一个赶街的很好的地方，有非常多人在这里聚集。后来河流它还在一直流淌，但是铁路它不在了，走了100多年的铁路它停止了。再加上城市的一些吸引力，主动或者被动的，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往外走，的确会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在滴水站，欢切的法式建筑被植物所占据，铁轨上的数字和字母也成为过去式。它上面也是有数字，它同样写着193106，这个看不大清楚了。同样有一串数字1931，所以有可能它的确是1931年铺设在这里的。而这根铁轨，它作为一个健身设施立在水泥地上面。你以前哥坐过这个火车？坐过了吧？我们从小在这长大的嘛。啊，从这里是哥可以坐到昆明去？可以的嘛。当下，对于村民而言，更重要的是眼前的羊群。上山吃草，下江喝水，每天放上5小时，顺利的话养个2-3年，一只能卖3000块就很知足。
沿着西江上游的南盘江段，这次我寻访了已经停运的滇越铁路上的8个火车站，遇见了一些很好的人，听到了一些很老的故事。他一直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记录了一些村镇的现状。走到哪边去？做昆明呀、开阳呀，有事情。这些普通的人和故事或许上不了新闻，但对于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离开滇越铁路，继续沿着西江逆流而上，我进入了鲜花的世界。自上世纪以来，云南鲜花产业迅猛发展，如今全省的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都稳居全球第一。宜良县是南盘江畔的一座小城，距昆明市区仅50公里。在这里，鲜花大棚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土地。那天傍晚，我和一位大叔在横跨南盘江的一座桥上，就着暮色和流动的江水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从21世纪开始，村里的地就几乎全部都用来种花了，主要品种是红玫瑰。给别人种啊？那有老板把田没重新又要承也有承包，也有自己种啊呀。自己不，外他们哪个种都是包给老板种的，几万钱一亩嘛。几千块钱一亩啊？对，3000、2000一亩嘛，到时候他们就收钱给你。种花的基本都是外来包地的老板，至于当地村民，由于没资金也没技术和销路，大多都是以10元1个小时的工价帮老板种花和采花，此外的收益就是土地出让金，通常在2000元到3000元一亩一年，这个数字是村民自己种粮食所达不到的，所以毫无意外的，村里的土地都被承包了。你看，小小的玫瑰花苞，就是在这样的大棚里面，控温又能控药的这种大棚里面生长出来的。现在还是很小的花苞。在每个当老板打工的给钱，10块钱个钟头，做钟头。10块啊？10块个钟头。那也不多啊。多嘛，多哪10块个钟头多少？对，也不多。你说那个大棚的整起，下去里来的就躺着。那日子不好受呢。是的，还是不舒服啊，那舒服。那你钱不好拿呢。只要他那，反正老板钱是不好挣。当然，反正10块钱个钟头了，都要喊你，都要扣个30几块，给我少说点。是啊。拍摄时正值9月，碰上了极其美味的云南菌子的采摘季。我问大叔能不能去山上采菌子，他笑了笑告诉我，除了土地，山头的采菌权也被老板承包了。那这么保守可我们自己搞咋个生活？就是另外找工作吗？还是？反正我们包出去嘛，就不是其实这就填钱。你前面去打工，就到那时候帮老板打工。帮老板打工啊，搞花园，花园。8块钱个钟头，做10个钟头80块钱。这一说赚上去，这刚刚出来，3年都是1000买套房子，在60万里面，只现在在西湖在红会医院，又逼着娃在这又买套房子。对呀，你说别的办法，就是别的办法嘛。你不买不行，娃就真不去学校。你谈到有呢，给这样30里人，你想想。第2天上午，我们顺着南盘江到了宜良县的狗街镇。南盘江贯进宜良113公里，为宜良之母亲河。上面是讲，在以前它是成为滇中粮仓它的作用，但是在近几10年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条江，它除了日常的饮用水、灌溉用水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成为了江的两边，变成了无穷无尽的
果木、花木的大棚基地，为这些鲜花给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江边的一座文心阁同样有对联上书：此地有河鱼、香稻、麻鸭、绿豆。当地的村民向我证实，以前宜良的确是滇中粮仓，目之所及种满了水稻，但现在的土地全部被外地老板承包拿去种花了，每亩每年3000元。所以在资金和技术有限的前提下，农民即便拥有优质的生产资料，也很难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来获得高收入。除了土地租金，就只能依靠有限的零工收入。这一点不只是鲜花，蔬菜也成立。沿着南盘江逆流而上，在曲靖的小坝围村，我看到了一个大型蔬菜种植基地。依托南盘江的充足水源，蔬菜有了必要的生长基础。许多中老年妇女在田地里打零工，要么栽葱，要么种洋花菜，要么采茭白。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记录采茭白。姐姐们穿着下水裤在茭田里来回穿行，她们告诉我，这样辛苦一天的收入是130元。还有种洋花菜的奶奶，她在腰间绑了一个厚厚的泡沫垫，方便随时坐下来，让我想到了两广地区避暑用的风扇衣。这类护具的出现，恰恰说明劳作的艰辛。但即便如此，奶奶一天的收入也不过70-80元，不包午饭。一位在大葱地里工作的村民告诉我，家里的地也被承包了，折合下来2000元左右1亩1年。现在他为了生活出来做零工，种菜的话10元1个小时，如果是更为艰辛的摘菜，时薪就是20元。无论在哪个时期，谋生对于普通人而言都是不易的。老少吧，不大。那有没有150块钱？没有，1个钟头10块钱。哦，那还是不高，但是又好辛苦这个。好辛苦，我们来做几个钟头拿几个钟头的钱。是啊。从小坝围村向北再驱车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西江逆流而上的终点了。回想一路上所追逐的这条江河，它从入海口的波澜壮阔，到中游的百舸争流，再到洪水河段的清澈秀丽，南盘江段的润泽万物。江面从宽到窄，江水从深到浅，如同观察一个人的逆生长，最终归于原初的襁褓之中。珠江源8公里，所以我们现在跟珠江源的
距离还有最后的8公里。从3年前开始，陆陆续续的到珠海、广东、广西、贵州，然后现在到云南，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西江逆流而上，现在是最后一节了，感慨万千。那天的正午时分，我终于站在了珠江源之前，一时间感慨万千。原本我在2年前就应该抵达这里，但却因为不可控因素，在曲靖的高速口被劝返，只能原地掉头。此后的2年间，我们始终心念着这条江河，因为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约定。现在，我终于在逆流而上2214公里之后来到了这里。一路下来，我无比清晰地感知到，西江是一条连接滇黔桂粤的纽带，更是一条线索，可以理解4省区各自的处境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最先领悟到的人，我想是徐霞客。在广西武宣的码头村，我看见他的雕像被立在西江边。当时他为了寻找真正的西江源头，在此停留并写下笔记。现在，徐霞客的雕像又出现在了珠江源，不知道当时他的内心如何。对于我而言，最深的感触是，这条我心目中的中国第2大江河实在太过源远流长，以至于沿岸的语言、地貌、食物等都大不相同。这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也是你实地拍摄跟实地走访的内容的所在，或者说我们的很多镜头，我们的每一个镜头，我们的每一句表达，写出的每一个字，其实都不是用相机用笔完成的，都是用脚走出来的，用巨大的成本跟代价换来的。这就是此时此地。的确，我很多时候，其实之前我们不是想要偷懒吗？因为我们的那个行进的路线，如果说要到西江源头的话，是要多花2天的时间。本来是想绕过这里的，但是想了想之后，觉得你都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来都来了嘛，还是到了源头。但到了源头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在的，也是一种交代吧。我好像这几年特别喜欢用交代这个词，对自己的人生交代，对自己的时间交代，然后对自己所坚信的事物的交代。刚进门的时候就听到了很多人在讲广东白话，可能对于广东人来讲，如果说你到了这一点的话，你知道珠江嘛，他们可能还是会想来看一下，但可能跟我的来的目的又不大一样。